我养了10多年的女儿，突然被告知是村妇的孩子。我的女儿本该在锦绣堆里长大，如今却在泥土地里蹉跎。夫人，我要去把我真正的女儿接回来。娘，如果您非要把那个村妇的孩子接回来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娘，你接她回来，属于舒宁的爱岂不是要分一半出去？这对舒宁一点都不公平，我死都不同意。我只要舒宁这一个妹妹。梦妍，舒宁懂事体面，那个素未谋面的亲生女儿，不要也罢。我也不同意接她回来，除非我死了。我这辈子认定的未婚妻只有舒宁，换了那个泥土地里长大的丑八怪，我死都不会承认。好啊，既然你们一个两个都想去死，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！夫人，坐稳了，山匪追上来了！红兰，我好像要生了，疼，好疼！曼夫，快，前面有个小村子，快去接苏！哎呀，忙死老太婆了，两个一起生，这怎么弄？生了，段夫人是个千金，快瞧瞧。舒宁越长，越与我并无半分相似。我原本以为是随了正红，可如今看来，夫人，这血是做不了假的。这位小姐确实与您……夫人，您撑住！我要去把我女儿接回来。她在农户家受了那么多年苦，我要好好补偿她。娘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的，但18年来都是我服侍在你身后啊。以我的家境，多养一个孩子不成问题。你是段府大小姐，她回来便是2小姐。我不要分享娘亲的爱。如果您非要她回来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娘，你疯了吗？你要接那个从来没见过的人回来，那舒明怎么办？哥哥，娘不要我了。舒宁别怕，管他是什么人，在这个家10多年的人是你，我只认你这一个妹妹。段威，那是你血浓于水的亲妹妹。谢谢哥哥，我就知道哥哥最好了。娘，我们和他见都没见过，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你就当没这回事呗。舒宁在你身边那么多年，我不信你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夫人，这些年咱们段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成了皇商。这京城里的布匹生意，谁不得看咱们段府的脸色？我爹去世时只留了这间绸庄，这些年我战战兢兢，不曾忘记家训，才积攒下这财富。段府养得起2个女儿，舒宁在我身边娇养18年，即便没血缘，也有情分。我舍不得她回去受苦。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在外面吃了18年的苦，我更舍不得。梦妍啊，我也觉得不应该接她回来。为什么？那是你的骨肉，难道你真的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别处受苦？舒宁是我们教养了18年的，琴棋书画茶艺女工，在整个京城有哪家比得上？甚至当初为了她的学识，你亲自请了最负盛名的先进府。舒宁如今亭亭玉立，外人提起来谁不羡慕咱们有个好女？但那个乡下长大的呢，定是个大字不识的白夫。不会可以学，也可以教。不仅是这些，他没学过礼仪教养，举手投足尽是粗鄙，带出去不是让满京城的贵胄笑话我们段家吗？况且舒宁刚和顾家定好婚期，这节骨眼上换人，不是胡闹吗？舒宁享受了18年，我真正的女儿没道理继续替她受罪。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接她回来。老夫人，听说舒宁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你要去接别人回来。对，我不同意，我这辈子认定的未婚妻只有舒宁。我会给我的亲女儿另觅良缘，与你的婚约。那也不行，谁知道那个乡下丫头长得什么鬼样子？
万一是个丑八怪，还要顶着段府小姐的牛头分走舒宁的资源。虽然从小和我订娃娃亲的是那个身份，但和我一起长大的是舒宁。你要我娶别的人，我死也不同意。顾兰，谁说要你娶别人了？我女儿接回来，我会亲自为她另觅良缘，绝不会横插在你们中间。舒宁，我也没打算把你送走，就当我生了一对双生女，你和她都是我的孩子。段威，舒宁还是你妹妹，至于亲生女儿，等她回来我会亲自接到身边教导。你们该成亲的成亲，该打球的打球，不用你们费半点心思。这样安排足够合理了吧？娘，可是我只想您只有我这一个女儿，如果您非要她回来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娘，你偏心，接她回来，属于舒宁的宠爱岂不是要被分走一半？这对舒宁一点都不公平。反正我死都不同意接她回来，我只要舒宁这一个妹妹。孟红，那个素未谋面的女儿不要也罢，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血缘能比的。你要接她，除非我死。沈夫人，这能一样吗？你亲女儿回来了，你是不是还要分走舒宁的家产和嫁妆？这对舒宁公平吗？我死都不同意。公平？你们跟我谈公平？好啊！既然你们一个两个都想去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你们都去死吧！不是要死吗？撞啊！去死啊！你在段家享了18年荣华富贵，我女儿在香烟烂泥地受苦受罪，你还有脸说不公平？娘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怎么，刚刚不是要死吗？我现在让你死，你怎么不死了？还知道用手抵强，我看你也不是很想死吧？用死来威胁我，段淑宁，你还太嫩了。娘，你怎么能这样对舒宁？她陪了你18年，难道抵不过一个还没进门的野丫头？沈夫人，你太令人寒心了。那个亲生女儿还没回来，你都如此狠心，等她真的进了门，你还指不定怎么亏待舒宁呢。娘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我刚刚记得你口口声声说你要死来着，既然这么舍不得你的好妹妹，我这就成全你，送你上路。血浓于水，虎毒不食子。娘，你疯了！你不会真要杀我吧？你是我的亲生儿子，难道我女儿就不是我亲生女儿？你刚才说死都不认她，那我只好让你死了。别，娘，我错了，我以后我有2个妹妹，我都认。还有你顾兰，我段家的东西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。若你也想死，我也想成全你。你顾家的生意如今全仗着段家吃饭，你爹有7、8个儿子，我想死了你这一个，他老人家也不会太在意。梦圆，至于你这个赘婿，更没资格在这儿跟我说道死。别忘了，当年是我爹不愿我外嫁才招你入赘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才是唯一的家主。段家姓段，不姓郑。我现在要接我女儿回来，谁还有意见吗？来人，备马车，我要亲自去接我女儿回家。大雨将至，满地潮湿，从前的电光。程牙，你个死丫头，还不快给我过来！每段故事原来结尾都相似，别说死丫头，喂猪是让你这么喂的吗？啊，我看你就是想偷懒儿。昨天喊你挖地也没弄好，真不知道养你干什么吃的，白浪费老娘的粮食。我告诉你，等张大马把彩礼送来了，你就立刻给我滚去他家，少在那儿碍眼。住手！每段故事从来结尾都相似，别说不怕，继续不怕，娘来了，娘来带您回家了。哎，我说这位夫人，你哪位啊？跑我们家抢孩子来了？这冯丫是我冯春的女儿，是我婆娘廖阿香亲生的。你一个大家夫人，怎么说你是她娘？喂，廖阿香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偷汉子了？不然这贵夫人怎么跑来认亲了？你不会是给我戴绿帽子了吧？我没有，
我真的没有。没有，你心虚什么？看你这副鬼样子，我今天打不死你！住手！清许别怕，娘带你走。18年前，我因山匪惊吓，在你家早产借宿，接生婆老糊涂，将我们的女儿弄混了。这是我段梦华的亲生女儿，今天我要接她回家，这些钱是给你们这些年的补偿。1、2、3，老天爷，整整100两啊！呀，这丫头你快带走，反正留着也只能花2两银子，你给100两，换她10次都够了。不行，她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100两还不够？她要是回去了，那我女儿呢？淑宁怎么办？淑宁不日就要嫁去顾家，我自会给她准备一笔丰厚的嫁妆，保她一世无忧。我看你也没有多爱你女儿，冯丫留在这儿只能被你们打死卖了，回段家才有好日子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反正你不能带走冯丫，她不能走。你个败家婆娘，这丫头哪值100两？快让夫人带走！要是夫人反悔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个女人为什么宁愿让女儿在这儿挨饿受冻，也不肯让她回段府？难道这中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隐情？你妻子似乎并不愿意让我带走这个孩子，哪怕你们刚刚还在商量要把她2两银子嫁给那个管饭。你个败家婆娘，这个丫头哪值100两？快闭嘴！夫人，您别理这疯娘们儿，您快带走，快带走，咱们钱货两清，您可千万不能反悔。这廖阿香到底在怕什么？孩子，你愿意跟娘回家吗？对不起，是娘来晚了，是娘让你受苦了。娘会对你好的，你愿意和娘回家吗？以后你就叫段清许，不叫冯丫了。清许，清灵许诺。突然改了名，你会不会不习惯？喜欢这个名字吗？我的清许，这18年受尽了苦楚，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别怕，孩子，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你的家，没人敢再欺负你。这是你爹，这是你哥哥，这个以后就是你姐姐。热完了没有啊？热完了我去打马球去了，这破事真耽误功夫。喂，看你那副穷酸样，进我们段家的门，是不是觉得自己赚大了？段威，你说什么？娘，他刚来你就为了他打我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看他那穷酸样，长得又丑又土，哪一点比得上淑宁？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接个野丫头回来，以后要是外人问起她是谁，我都没脸说她是我妹妹。嘴巴放干净一点，要再让我听到你这么乱说话，你就直接给我滚去跪祠堂，跪到死为止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，清许是我段梦皇的亲生女儿，也是段府名正言顺的2小姐，即使她在乡野长大，也容不得你们这些人指手画脚。要是让我知道谁敢对她有一丝不敬，或者在背后嚼舌根，有你们好看！二小姐回府，请二小姐安。清许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叫段淑雨，虽然咱们是同一天生的，但我在这里的时间比你久，规矩也懂得多些。你若不介意，就叫我一声姐姐吧。娘，清许妹妹刚来，府里大，她怕是不熟悉。等会儿我带她去四处转转，熟悉熟悉各处的门路。淑宁懂事了，你们2姐妹若能相处和睦，我这当娘的也就放心了。把清许的房间安排在离我最近的那间，日夜守着我才放心。秋喜，
从今日起，你就是二小姐的贴身丫鬟，她的衣食起居、一言一行，你都给我照看仔细了。若有人慢待她，立刻报我。夫人放心，奴婢定会万分小心。清许没有读过书，得请京城最有名的学究来家里。至于茶艺、女工、琴棋书画这些，都可以慢慢学，绝不能让她比舒宁差。你现在太瘦了，骨头都硌手，得好好养才能养得回来。秋喜，二小姐还没睡。回夫人，小姐正对着字帖临摹呢，学度布置的10页大字，小姐非要写够20页才肯罢休。清许这孩子虽然起票晚了些，但好在聪明肯学，也吃得了苦。不能给娘丢脸，我要快点赶上。夫人，二小姐的进意确实让老夫吃惊。哦，学梅平日最是严苛，今日竟也肯夸人了。二小姐心思纯粹，旁人练字是消遣，她练字是搏命，那股子韧劲儿，便是男儿也少有。她受了太多苦，知道机会不易。只要保持这份心性，假以时日，二小姐定能惊艳京城。如此，便劳烦学士多费心了。清许，来，让娘看看你这3个月的功课。娘，清许写的还不好。无妨，写给娘看。好，写得好。不过3个月，他就从目不识听到能提笔写字了，真好。秋喜，这3月辛苦你了。夫人折煞奴婢了。二小姐底子虽虚，但肯按时进补，如今瞧着脸上都有了肉。舒宁这3个月倒也收了性子，和青云相处的还算体面。我原以为一切总算都安定下来了，只要他们能和睦，咱们段家这后宅便乱不了。我去账房放清账，你伺候好青云。夫人，这是上月皇商布匹的红利，您过目。放那儿吧。今年的缎子成色要再提一些，绝不能出半点纰漏。夫人，救命啊！求夫人一定要为我家小姐做主啊！清静之地，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说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！今儿个小姐早起时还是好好的，甚至还说要给夫人绣帕子，可是小姐吃了二小姐亲自送来的1碗莲子糕之后，就昏迷不醒了。你说什么？郎中已经进府了，小姐那脸色惨白的吓人，怕是快要不行了。夫人，郎中刚出来说小姐中的是见血封喉的毒，恐怕就要不行了。好啊！你这个贱人，居然真敢给我妹妹下毒！果然是乡野长大的烂泥，粗鄙无礼，心肠还这么恶毒！我告诉你，要是我妹妹今天出了事，我一定要你给她陪葬！清许，我原以为你只是没读过书，不懂礼数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恶毒到这种地步，敢给舒宁下这种虎狼药！爹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承认，舒宁在我身边养了18年，我对她确实比对你深。但那是因为他在我们身边尽孝，你呢？你一回来就因为擅毒下这种狠手，你让我段家以后怎么看你？是舒宁姐姐，她说池子里的莲子熟了，问我会不会做吃的。我说我会做莲子糕，我就去厨房煮了1碗，我怎么可能下毒？你没有下毒，难道是舒宁自己下毒害自己？你别以为你和我有那点血缘关系，你就能取代舒宁在我心中的地位。在我心里，我的妹妹只有舒宁一个。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住手！清许别怕，只要不是你做的，娘一定会查清楚。娘，你不能这么偏心吧？段清许他都给舒宁下药了，您亲眼看着舒宁躺在那生死未卜，您居然还站在他这边！如果这件事真是清许做的，我必定重罚，绝不姑息。
但如果不是，我也一定会重罚背后那个策划这一切的人。他中的是什么毒？回夫人，是误食了少量的乌草，万幸分量不多，现在施过针，已经没事了，只需按照我给的方子煮2副药服下，很快就能康复。乌草？你确定？确实是乌草，此药辛辣带毒，中毒者会瞬间昏迷，绝对错不了。乌草这种草药毒性极大，却也是极其罕见的名贵药材，通常只生长在悬崖峭壁。这3个月，清许几乎一直在我眼皮子底下，身边更有秋喜片刻不离的跟着。他大字都不识几个，上哪去认得乌草？更别提去那种地方采药了。若是真的有毒，那这药只能是有人在外面买回来的。秋喜，你日夜守着2小姐，这3月来，亲口可曾私自出过府门？回夫人，奴婢敢拿性命担保，2小姐这3个月一直在房里跟着学经苦读诗词，从未踏出过段府大门半步。来人，现在立刻拿着我的令牌去京城所有的药铺查清楚近日谁买了乌草，查到后直接将药铺伙计带回府中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鬼祟，敢在我段府下这种药。是。还请娘不要再查了。为什么不查？无论这药是谁买的，终究都是段府的人。如果真是妹妹，那在大庭广众之下查出来，岂不是当面给她难堪吗？我不怪妹妹，真的，只要妹妹以后能消气，这苦我受了也便罢了，别查了。淑宁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别人都要下毒害死你了，你居然还在这替他着想，不像某些人蛇蝎心肠。淑宁，还是你懂事，放心，爹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这份苦的。戏演得这么急，看来这药引子就藏在身边。淑宁，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虽然清许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我段梦华这辈子最恨是非不分。如果真是她做的，我定不偏袒，带起人手立刻去办。半个时辰内，我要见到药铺的人。是。劳烦各位跑这一趟。乌草这种药材极度珍贵，想必各位对能买得起的买家印象应该不会浅吧。烦请各位在屋里辨认辨认，这几日是谁在你们那儿买过乌草？只要认准了，我段梦红重重有赏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他。前儿个天擦黑的时候，就是他来我们店里买的乌草。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你认错人了。绝对错不了。当时我还特意告诉你，乌草带毒，必须得按照大夫的方子适量使用。你当时一脸不耐烦，还跟我说不用我管。这么横的买家，我能记错？看来真相已经大白了。拿赏钱给各位伙计送客。谢夫人，谢夫人，谢夫人。夫人饶命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小九云。是我嫉妒，我嫉妒小姐明明不是夫人的亲生女儿，却还能在这里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而我却只是个下人。是我一时糊涂，我犯了这种滔天大错，求夫人原谅我，求夫人原谅我。好啊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下人，竟敢对我妹妹下药！来人，把这贱婢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她一个丫鬟要想下毒，多的是无色无味的毒粉，何必费劲买这种金贵、毒性还不算强的药材？段威，你真是个不可救药的蠢货。罢了，你在段府多年，我念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今日之事，我也乏了，不想再见血。带他去账房领些银子，取了他的卖身契，归家去吧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必再进段府的大门。谢夫人，谢夫人活命之恩。行了，闹腾了大半日，都散了吧。舒宁需要静养。孟红，散了。谢谢。舒宁，
为娘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，比你多吃了那么多年饭，想在我面前玩借刀杀人的心眼，你当真以为我看不出来？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只要你能安分守己，段府大可多养一个嫡女，保你一世富贵。但若你继续这般容不得清誉，甚至使出这些下作手段陷害他，那你就立刻给我滚出段府！娘，女儿实在不懂您在说什么。这件事明明是小云她……你应该听得懂。好好养着吧，别再让娘失望。多谢娘今日帮我，若不是娘，清许今日本难逃此劫。傻孩子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只是在查清真相。在这家里，真相大过天。清许，经过今日之事，你可学到些什么？我来这第一日，舒宁姐姐故作喜欢我，刻意与我相熟。实际上，她并非真的接纳我，而是在等待一个能将我一击毙命的陷阱。我识人不宁，太容易相信别人的好意。娘在生意场上这么多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些人表面凶悍跋扈，实则重情重义；有些人看着温和亲近，实际上就等着在你背后捅你最狠的一刀。清许，你要记着，逢人且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在这世上，除了自己，谁都不要全然信任。娘，清许记住了。舒宁，婚期将近，你自己去瞧瞧，若还有什么落下的，尽管开口。娘费心了，女儿瞧着样样都是极好的，不敢再求。段府短暂的安宁了几日，再过不久就是段淑宁和顾览的婚期了。这是段家的大事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娘，顾郎昨日托人送了信，说想在成亲前再来府上坐坐。您看，来坐坐也好，礼数不能废。娘待女儿真好，这么多好东西，女儿怕到了顾家也享用不尽。你既然是我名义上的大女儿，段家的脸面我自然会给足你。夫人，这是最后一套点翠头面，已经装箱了。成亲是女人的命官，给舒宁的1分都不能少。夫人，这数目比京城其他豪门嫡女出嫁还要厚上3成，是不是太……段家不缺这点钱。顾老爷、顾夫人，今日请2位来，便是想定下这婚事的最后章程。舒宁这孩子打小性子软，以后到了顾家，还望2位多多担待。亲家母放心，段家叫出来的嫡女自然是万中选一的。这聘礼与嫁妆，咱们再对对数额，定要办得全京城最风光才好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二小姐她刚才掉进园子的池子里了。这个节骨眼上落水，万一被人瞧见了失身，清许的名声就全毁了。亲家，实在对不住，我这生意上突然出了点急事儿，掌柜的拿不定主意，我须得暂时离开片刻。秋喜，留在这儿伺候好顾老爷和夫人，千万别慢待了贵客。我去就回，稳住前厅，万不可惊动前厅的人。奴婢明白。顾哥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清许妹妹一定是为了多看你2眼才不慎落水的。你原本应该是她的未婚夫，结果现在被我抢了，她心里一定很难过，所以才偷偷跟着咱们看你的吧。顾哥哥，要不你就娶了清许妹妹吧，我愿意退出的。喂，段清许，你到底还要不要脸？你一个乡野长大的野丫头，你敢嚣赏本公子？在我心里，除了舒宁，谁都不配做我的夫人。看到你这副样子，我就恶心。是啊，就算她是真千金又怎么样？这副形容粗鄙的模样，哪点比得上舒宁？舒宁和顾少爷都要结婚了，他现在跑来偷看顾少爷，莫不是想在成亲前求个侧室的名位吧？娘接他回来就是个错误，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趁早淹死在池子里得了。偷偷给我闭嘴！段夫人，
您的亲生女儿可是明目张胆要抢舒宁的未婚夫，大伙儿可都瞧见了。您这也要纵容吗？娘，舒宁的婚事他都要横插一脚，这种不要脸的事他都做得出来，你还要护着他到什么时候？统统给我闭嘴，转过身去！清许，上来，别冻坏了。各位，娘，让我自己来。这是我段家的府邸，我是在我段家的池子不慎落水，何来的偷看顾公子可言？难道是我爬到你顾家墙上去偷看你了吗？方才我站在这里，你又刚好在这儿落水，你不是偷看我是什么？是吗？段清许，你个疯女人！如今我站在这里，顾公子不慎落水，是不是偷看我才掉落的呢？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把我推下去的，谁看见了？哦，你落水不是因为偷看我，那我落水就是因为偷看你了。顾公子，你未免也太过自信，太过狂妄自大。我不过是因为看池中锦鲤不慎落水，不知怎的在你们那就传承了我偷看顾公子。掉池子就是偷看的话，那我把你们都踹入池子，你们是不是都在偷看我？娘，女儿先去换身衣裳。去吧。刚来时她还是一副唯唯诺诺、任人欺负的模样，如今已经能够不卑不亢、据理力争了，倒是有几分我年轻时的风范。顾公子，还是快些去更衣吧，这般狼狈模样让人瞧见了，怕是要让令尊丢脸了。你们段家！娘，刚才的事都是女儿不好，没劝住妹妹。您把女儿单独叫来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跪下！娘，女儿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您为何发这么大的火？你不知道，舒宁，你真当我是3岁孩童？究竟是谁收买了下人把清许推入池中的？你当真要我现在就翻遍整个段法，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东西一个个揪出来当面对质，你才肯认吗？你明明过几日就要风风光光的嫁去顾府了，如今整出落水这一场脏戏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不是我真的没有。如果我今日没来，清许从池子里爬出来的时候，周围围着那么多男人，他浑身湿透，名节尽毁，京城里会传出些什么难听的话？你就那么见不得他好，就那么想在临走前毁了清许的一辈子？你的心到底是什么长的？娘，女儿真的没有，是您误会我了。女儿怎么会害妹妹呢？我说过，上次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你既然把我的亲告当成耳边风，那你就滚出段府！娘，您说什么？来人，给我把段淑宁拉出去，扔出段府大门。从此以后，不许他再入段家一步。娘不要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求求您不要把我赶出去，我马上就要成亲了。要是现在被亲娘赶出去，顾府的人会如何看我？京城的人会如何笑话我？娘，求求您看在18年的情分上，拖出去！娘，不要啊！娘。梦华，你这火发的也太久了。舒宁这孩子这会儿怕是已经在府门口哭湿了衣裳，你当真忍心？他自找的。孟红，舒宁马上就要嫁去顾家了，这可是全京城都盯着的大喜事。你现在把她赶出去，让她没名没分的流落在外，你让她以后在顾家怎么做人？顾老爷、顾夫人若是知道了，这段家的颜面还要不要了？即使他这件事做得偏激了些，但是说到底，清许不是没出事吗？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如果不给他一点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痛，他永远不会长记性。可是，我上次下毒之事已经给过他机会，也当面提点过他。如今他再犯，甚至想在光天化日之下毁人名迹，我必不会宽恕。你真是太固执了。舒宁离了段府，这会儿应该去哪儿了？回夫人，听家丁说，大小姐去了京郊那处宅子。
击毙那年，我便在京郊给他置办了那处宅院，只是担心我100年以后他无人可依，至少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宅子，成亲后也有底气。如今他倒也不至于无处可去。说来也奇怪，段淑宁和段威2个孩子都是我从小带在身边细心教养的，可他们2个却没有一个像我的性子。淑宁不是亲生的倒也罢了，可段威是我的血脉，性子却也这般卑劣自私。倒是清徐刚回来3月，那股子不服输拎得清的劲头，倒像极了我年轻的时候。即便淑宁这般行径，可毕竟是我养在身边18年的女儿，我也没法做到真的狠下心，让她在那野地里自生自灭。夫人，大小姐这嫁妆，若是全抬出去，怕是要绕着京城走上半抛。除了原定的100亩良田，您又加了东街的3间铺子。既然要送她出嫁，段家的体面就不能丢。这些绸缎针丸，样样都要选最实心的。夫人厚德，大小姐在京郊若是知道您还在为她这般费心，定会感动的。夫人，这所有的嫁妆都已封存入库，只等婚期一到，便可随轿而行。继续盯着，不准出一丝纰漏。我打算等她成婚前3日，再派车把她从京郊接回来。前3日，不等新郎官来迎吗？总要让她在段府里住上最后3日，从段家大门风风光光的嫁出去，才算全了这些年的母女情分。夫人，离婚期还有最后几日了，这嫁妆堆在库里，您瞧着还有什么要添的吗？不必添了。明日一早叫马夫套车，我要亲自去京郊那处宅子接段淑宁回来。夫人要亲自去？他坏了规矩被赶出去，但到底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我也是真心将她当女儿看的。你们在这候着，不必跟着了。生意场上有事耽搁了些时间，还好不算太晚。罚了淑宁这些日子，她终归也该知道错了。淑宁，你受委屈了。段梦华那个毒妇太狠心了，竟然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赶出府，让你一个人在这受苦。爹说的对，自从那个段清许回来以后，娘的心就全偏到那边去了，什么事都护着那个野丫头。我早就想学着做生意接下段家了，可她死活不肯放权，还当众羞辱我，说我性子烦躁会毁了段家基业。我看她就是瞧不上我，打心眼里不想把段家交给我这个亲儿子。他现在那么宠段清许，估计以后段家会交给他吧。哥哥，到时我们可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真的甘心吗？不甘心又能怎么样？她毕竟是我亲娘，我还能为了钱把她弄死不成？自杀母死后那可是要入18层地狱的。如果她不是你母亲呢？什么？哼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必再瞒着你们了。威尔、淑宁，你们2个其实是亲兄妹。当年我有心上人，可段梦华那个贱人，他仗着自己家世显赫，强行逼我入赘，他害得我与心上人分离，我这辈子都恨毒了他。那我们的生母是谁？你们的娘叫廖阿香，当年我入赘段府后不久，阿香便告诉我她有了身孕，那是我的长子。恰巧那时候段梦华那个毒妇也怀上了，我原本想设计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，等孩子生下来就偷梁换柱。哈哈哈哈！谁知天助我也，段梦虫生下来的居然是个死胎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我立刻叫心腹将那死胎扔了，顺理成章的把你换了过来。爹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竟然……这些年，我看着那个毒妇把你当成宝，把段家的家产1分1厘的攒下来要交给你，我心里快乐的很。那我呢？我被换，是不是也是你设计的？对，既然我是换过来的，那淑宁呢？她是那个农户的孩子，难道淑宁的身份也是假的？当年我虽然入赘，但始终放不下阿香，可那时她已经被家里草草嫁给了冯春，我难受万分。一次喝醉了酒，偷偷去寻她，没忍住做了糊涂事。后来阿香找到府上，哭着告诉我她有了身孕。一开始我也怀疑那个孩子会不会是冯春的，
可阿香告诉我，她嫁给冯春3年未曾有孕。冯春以为是她不能生，一直打她，但她知道自己未嫁前怀过孩子，有问题的是冯春，所以那个孩子只能是我的。爹，那后来呢？既然那时候我段梦华还没怀孕，你是怎么瞒天过海的？我当时也慌了，若段梦华没怀孕，我这狸猫换太子的戏码一打眼就会露馅。于是我那个月格外努力，费尽心思，总算让段梦红也怀上了。可月份到底对不上，差了整整1个多月，我便想出让她早产的法子。恢复途中，我重金买通了那一带的山匪，让他们故意冲撞马车，生生把段梦红吓到了早产。我原以为那个早产的孩子必死无疑，生下来定是个死胎，却没想他命大，居然活了下来。阿香也怕自己万一和冯春说生的是个死胎被打，便将他留下了。我原本算计的好好的，等你们长大，段梦华膝下只有你们2个，段家富可敌国的家产自然会交到你们手上。没想到他居然突然察觉出了异样，还把他女儿接了回来。所以，魏儿、舒宁，你们才是我最亲的亲骨肉，你们才是异母同胞的亲兄妹呀！都是因为段梦红那个毒妇，才害得我们与你母亲不能团聚。爹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那个女人才是罪魁祸首。爹，原来我这么多年都是在替别人养孩子，我的儿子出生就死了，我以为那就是我的孩子。郑红，你设计的我好惨啊！爹，那既然她不是我娘，我们弄死她是不是也不算有违天道？她不是你们娘，她是害得你们和你们娘亲分离多年的罪人。你们就算是杀了她，也是为母报仇。对，爹说的没错，他根本没把我当女儿，明明知道我要成亲了，还把我赶出来，不仅要杀了他，还要把段清许那个小贱人也一起杀了。不错，只要他们母女一死，我作为段府的姑爷，自然能顺理成章地接管段家所有的生意，到时候咱们一家人才能真正的团圆。那咱们怎么动手？婚期将近，这便是一次绝好的机会，咱们只需夫人，盯紧了，郑红刚刚趁着夜色出了城，往西郊野虎山的方向去了。买通山匪，假装劫财杀人。郑红啊，郑红，你可真是半点长进都没有。18年前用这一招害我早产，18年后还想用这一招送我上墨。他想让官府以为我和清许是因为死守库房钥匙被杀。好，这出戏我陪他唱，不就是买凶杀人吗？我也能买，而且我的钱更多。阿大，去准备几箱金条，再带几个手脚干净的兄弟。夫人是打算在半路截杀？不，我要亲自去一趟土匪窝，我要在郑红的计划里给他加点料。夫人，前面就是丹心寨。站住！哪来的婆娘，找死不成？告诉你们大当家，段家绸缎婆的当家人段梦华带了一份厚礼来谈一笔大买卖。哪里来的肥羊，倒是自个儿撞到刀口上来了！大当家的，谈个生意。段夫人胆识的人不多，带的银子倒是不少。哼，说吧，怎么个谈法？我知道有人花钱买我的命，但我的钱更多，你们考虑一下。段夫人，我们虽然是山匪，但混江湖也是讲道义的。如果我出尔反尔，以后谁还敢找我们丹心寨帮忙做事？如果郑红是想害死你整个寨子的兄弟呢？什么？他敢！那畜生竟敢给老子设套！段夫人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你也知道我段府家大业大，你以为我是怎么守住这100年基业的？我段府训练的护宅家丁恐怕不比你寨子里的兄弟差，到时候也只会是2败俱伤。就算是你们真的侥幸杀了我，你们真的就安全了吗？
我段家可是皇商，是替宫里的上衣局供货，给娘娘们裁制新衣的。你公然杀了我这个家主，不就是在公开和圣上作对，打圣上的脸？我段家在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还是皇商。你在天子脚下动土，是真的嫌死得太慢了吗？到时候圣上发怒，派军队围山，别说你一个小小的丹心寨，就是10个100个丹心寨也不够官军屠的。到那时候，郑红早已经拿着段家的财宝远走高飞，谁还会管你们这帮替罪羊的死活？去他的！这小子居然敢害我！现在就去把他宰了！大当家，人当然要杀，但绝不是现在。除了郑红，我还要你帮我多杀2个人。你放心，酬劳我必定不会少你的。谁？我知道他们让你在3日后段淑宁出嫁时杀我，届时他和段位会以送妹妹出嫁为由，和段淑宁一起离开段府。他还说，到了那天，段府忙着招待宾客，我免不了要多喝几杯酒。而府里的家丁户员为了沾喜气，也会喝酒放松警惕。趁着全府剑辈最弱的时候，你们里应外合杀了我，不仅能拿赏钱，还能趁机洗劫段府，很轻松，对不对？是，但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不必知道，你只需要在那天等他们3个出京城后，把他们劫杀了就行。看到了吗？这上面是我为段淑宁准备的全部嫁妆，金银珠宝、古玩字画，整整64台。到时候这就是给你们的酬金，你们尽可以全部带走。不是京城内发生的凶杀案，官府不会太上心的，到时候肯定会以山贼为了劫掠嫁妆杀人结案。这买卖不仅钱多，还没有后顾之忧。你接还是不接？接！就算没这活，我也要去找他算账。淑宁，今日是你出嫁的大日子，你瞧瞧，娘给你准备的嫁妆1分1厘都没有少。谢娘。孟红，淑宁这一走，我这当爹的心里实在难受。我和薇儿商量好了，咱们非得亲自送她一程，看她进了顾家的门才安心。对，娘，我想最后再陪陪妹妹。淑宁，娘也舍不得你。既然如此，我也送你一程吧。别！娘，你就在家吧，家里还有其他人等着你招待呢。对啊，淑宁说的对，这段府离不开你，我们去送淑宁一程就行了，你在家等着。对啊，娘，你就听爹的，在家歇着。好吧，那你们快去快回。去死吧！为何此处如此安静？那帮人呢？按计划，他们早该到了。爹，你就是太谨慎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兴许他们正找地方埋伏呢。兄弟们，肥羊到了，给我杀！大当家的，别乱动，是我，咱们说好的，只杀那个婆娘。说好，这小子想让我全寨兄弟替你顶罪，我今天就送你上路。你，段梦红找过你了。别碰我！我是段府的少爷，谁敢动？啊！沈夫人，请节哀。卑职刚从西郊乱石岗回来。你说什么？拉我的儿，淑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节哀，这山匪盘踞京城外山作乱，不是1日2日了。这次是他们倒霉，那么多人偏偏就死了他们3个。夫人，这都是命，节哀吧。夫人，这是结案书。谢谢君爷，秋客
是君爷，请随我来。命，这确实是你们的命。亲家母，不，段夫人，舒宁的事儿确实令人痛心，但这婚约是两家定好的，既然舒宁没了，你看二小姐清心，不如让两个孩子重新一亲，把清心嫁过去。如今我段府血脉单薄，只有青羽这一个女儿，她是段家未来的家主，我绝不会把她嫁出去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，我段家只会招赘，绝不外嫁。秋喜，送客。夫人，一切都办妥了。那接生婆将廖阿香出嫁前就生过孩子的事情告诉了冯春。廖阿香费尽心机想让儿女享富贵，那就让她亲自尝尝冯春的手段吧。至于她会被折磨成什么样，那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处理掉这些恶心的臭虫，这京城的空气都清新了不少。清雪，来，坐到娘身边来坐。外头那些消息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那你知道娘都做了什么吗？能猜到？哦，说说看。娘再怎么狠毒，也不会杀掉自己的孩子。想必段威也不是你的孩子吧？其实我早就怀疑了，如果他是娘生的，怎么会蠢笨到这种地步？我的清许真是越来越聪明了。清许，今日娘再教你一个道理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诛之。明白了吗？清许明白了。娘，以后清许还有更多要向你学习的地方。人心诡谲，商场险恶，你以后慢慢教我，好不好？好。以后咱们娘儿俩慢慢来。